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哪个兵种是最强的兵种。那么在前阵子呢，我就在我的 YouTube 那边发了一个投票，那我忘记放在哔哩哔哩啦，所以哔哩哔哩的观众不好意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900多位观众投票，感谢各位的参与。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票数最高的居然是工兵。其实我觉得这个投票出来的结果，我个人其实不是很认可。为什么工兵是最强的兵种呢？那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真的是太强了，因为他那个6个目标 AOE 伤害，而且他的技能所使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多数的统帅都是要等你的怒气满了之后才释放技能，他是只要怒气到达一个数目的消耗之后，他就会释放技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的 AOE 伤害全部都是技能伤害，而不是像我们以往的普通攻击伤害。以往的普通攻击伤害可能那个数字就没有这么高，但因为它那个是技能伤害的关系啊，只要秦始皇搭配了一些技能伤害提升很高的统帅，就比方说李成桂、诸葛亮，再配合怒气回复速度更快的话，他打出去的伤害就会更加痛、更加多。并且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谁有使用秦始皇的话，应该都知道秦始皇的报告一般都是比一般的统帅可能还要多出2-3倍的战损，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工兵最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看哪一个兵种最强呢，不能只是说因为有一位统帅他特别强，所以你觉得这个统帅这个兵种就很强。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说统帅的强要在于他能否野战、集结、驻防都可以使用，还有看他整体的搭配，他会不会出现2-3个队伍的搭配呢？那2-3个队伍搭配出来的结果会不会很糟糕之类的。尽管秦始皇他的报告是可以一个人的报告顶2-3个统帅的报告比他们好几倍，但是他终究是一位工兵统帅而已，不能分身。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投票票选第2的就是步兵31%，那骑兵跟工程车居然是差不多的。哇，现在骑兵的地位已经掉得这么糟糕了吗？那这边观众就有解释到啊，当然是工程车啊，老农民的最爱，就很多玩家都讲都是远程啊，然后有一些就说秦始皇太强了。那这个观众他讲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他就说其实步兵在野战其实表现得很好，比较起其他统帅。那虽然这边是有讲到秦始皇的报告每一次都很好看啊，但是因为秦始皇太 OP 了，最强的驻防还有集结，但是在他看来工兵的集结还不如 CP 华莱士的偃月阵阵型集结，而且每一次步兵的报告呢比较起骑兵都是2-1的战损。这里还有说到工兵最强的地方就是在野战而已，但是我觉得工兵不是只有在野战而已啊，集结其实工兵也是表现到很好，只是比较起步兵，工兵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打死，很容易被人家围掉。然后接下来的观众都是讲秦始皇太强大，全部都是说秦始皇可以一个打完所有的部队一个队伍的战损就可以把4队亏的赚回来了这也相信是大家选工兵的原因啦。那这边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固然工兵是确实很强啊，就比方说你看李成桂到现在都还可以使用，都已经7年过去了也算是很强的统帅了。还有诸葛亮也是圆形范围 AOE， 那海尔曼我们就不讲了，其实我心目中海尔曼不算是一个很强的工兵统帅，只是李成桂、诸葛亮、秦始皇这3位有圆形 AOE 多个目标的统帅都可以抵挡很多的统帅了。但是我其实个人比较看好的还是步兵统帅啊，你像步兵统帅用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它性价比会比较高，虽然没有像李成桂这么久啦，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以前关羽所使用的时长，查理马特所使用的时间，戈尔戈、芝诺比亚他们所在的时间都是特别长了。那现在刘彻也是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并且我相信之后白起应该也是可以用一段时间啦，不会这么快被淘汰。更别说有时候步兵他会把一些曾经没有用的统帅会起死回生，当然也不是说步兵没有经历过黑暗期啊，就比方说像萨尔公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黑暗期。你们可以看一下工兵的组合啊，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李成桂、诸葛亮就是可以用的比较久之外，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工兵统帅其实都已经要被淘汰了，就比方说布迪卡已经被淘汰了，海尔曼也是即将要被淘汰。那沙普尔一世就是
是没有什么用到的统帅，然后珍珠也是没有多少玩家使用，但是据说他在温泉的表现还不错啦。至于其他统帅多数都是一些集结统帅，所以对于如果你只是想要专注在野战的玩家来说，其实性价比不是这么高。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工兵的速度太慢了，比较起步兵，步兵的速度都快要追赶上骑兵了。你操作手感来说，抗打能力来说，步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所以一般玩家问我，我是新手玩家，我想要使用什么统帅，我一般都会推荐步兵。至于刚刚我们看到骑兵的情况呢，它的票数只有12%，也不是没有原因啦。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骑兵玩家，而且是全骑兵玩家，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那骑兵最严重的问题还是 AOE 啦，尽管现在也是出现了不少有 AOE 的统帅，就比方说亚瑟、项羽、贞德，这些都是有 AOE 的统帅，但是比较起步兵还有工兵呢，是少得可怜了，尤其是比较起工兵是差别很大的。工兵多数有 AOE 的统帅都是圆形 AOE， 然而你们看骑兵还有一个威廉只有3公分的 AOE 伤害。虽然说骑兵的优点是在机动性上面，它速度确实是很快，但是我们战场正常情况下都是碰面来打的，而且更别说现在拉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了，反而有 AOE 的统帅优势会更大。会感觉到尽管现在是已经推出了第10代的骑兵统帅亚瑟，但是感觉骑兵方面真的表现的不是很好，不管是拿霍去病搭配亚瑟也好，拿贞德搭配亚瑟，或者是亚瑟搭配其他统帅都好，表现都是不如其他的兵种，甚至报告有时候是亏的。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全骑兵操作的玩家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有混着搭配，有工兵、步兵、骑兵，那你的速度肯定会有差异，你就会看到你的骑兵永远速度都是比你的其他兵种更快，它更快的进入人群去送死。这点我是觉得说骑兵应该要改的地方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去改变所以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啦。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全骑兵的玩家，你只是想要去玩一些机动性，比方说去追击敌人、去扫田，想要拉扯快速的抵达战场的玩家，其实骑兵还是不错的，只是比较起其他的兵种，在面对面战斗的情况下，骑兵就略显劣势。至于远程的部分呢，我觉得远程的地位其实是高于骑兵一点点的，因为远程不管怎样，你的报告都不会太糟糕的，只要你早期打人打得多，你后期就算是被敌人给围殴打了你死了，但是报告还是不错的。那远程统帅不能成为最强的统帅，一方面就是你们虽然感觉到他的报告好像都很赚，但其实他赚到击杀的速度是真的非常慢的。因为我们在比较报告的时候，总是会拿一份报告跟另外一份报告做比较，但是你们要记得你的远程统帅放在那里的时间多久了，然后你的其他兵种出去打了多少次，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的工兵已经出去了2-3趟，所以如果比较起其他兵种呢，其实远程真的不算是最强的，他赚到击杀的速度是真的很慢，对于战场推进呢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移动，他击退敌人的速度比较慢。只能说远程是属于那种你真的没有办法花太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去做好自己的装备军器，没有太多的资金去投资在游戏上面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程了，因为你投入也不需要太多，投资不需要太大，但是你赚到的击杀肯定是高的，不会让自己亏损太多。所以总结来说，如果你们讲这个投票到底是不是对的，某方面来说是对的，如果你们是看现在的统帅来做比较的话，确实是正确的。但如果你是往深层方面去想这些统帅的表现搭配不同的领域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投票呢可能有偏差一点点啦。但是最差的那2个兵种呢，我觉得大家都是认可的就是骑兵跟工程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你们觉得哪个兵种是最强的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